即便你的銀行卡裡有一定的存款，即便你的生活已經比別人要好，你是否依然在深夜裡感到一種莫名的焦慮？總覺得現有的儲備需要更加的充盈，總覺得未來的保障需要更穩固，總覺得如果不努力去經營，就難以維持當下的步調。這種感覺，我們可以稱之為對匱乏的防範。它像是一道無形的圍牆，把你困在一種隨時隨地都在觀察、都在預備的緊迫感裡。很多人以為只要擁有更多的資產就能解決這個問題，但事實上，如果內裡對豐盛的認知沒有覺醒，更多的物質也難以填滿心裡那個空間。今天我們要一起探討生命與供應的底層邏輯，我們要透過福音智慧的視角，拆掉那座困住你的圍牆。我們要學習如何從一個辛苦的抓取者變成一個神聖的連接者，讓你在這個多變的時代裡擁有一種誰也奪不走的闊綽感和篤定感。為什麼我們總是處於考量之中？因為我們潛意識裡認為所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，且必須靠競爭和苦撐才能得着。在馬太福音第6章，主耶穌給出了一個極其直白的生命觀察。他說：你們看，天上的飛鳥，它們既不種也不收，也不積蓄在倉裡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們，你們不比它們貴重嗎？請注意這個邏輯，飛鳥沒有顧慮，不是因為它們消極，而是因為它們生活在一種自然的供應鏈系統中。天父並不是要在你耗盡之後才給你一點憐憫，它本身就是生命的源頭。很多人的緊迫感源於他們把自己當成了孤立的個體，覺得凡事只能靠自己。當你開始意識到你其實是連接於一個無限豐盛的源頭時，你眼中的世界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我們要細細品味貴重這2個字。在聖經中，主特別強調了我們的價值。飛鳥尚且被顧惜，何況我們這些有神聖生命的人？當你真正看清自己的價值，你對未來的考量就會轉化為對源頭的信託。資源不再是爭奪來的，而是當你順應生命的律去生活時，它們會自然地向你匯聚。這種認知的翻轉是通往生命自由的第一步。在具體的生活場景中，這種內裡的空間感表現為對財物的管理。如果你不敢為自己投資，不敢慷慨地對待他人，甚至連享受一次美好的服務都會有心理負擔，這說明你的生命管道正在變窄。主耶穌在路加福音中提到，你們要給人，就必有給你們的，用十足的量器，連搖帶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。這就是豐盛的流通法則。生命就像活水，只有流出去，新的水才会進來。如果你因為害怕失去而死死地守住口袋，你的生命就容易变成一潭死水。嘗試在你的生活中做一點小小的改變。當你付賬單時，不再帶着壓力和不捨，而是帶着謝恩，感謝這些財物為你換來的服務和便利。當你看到有需要的人時，嘗試在能力範圍內給予一點。這種給的動作
是在向你的深處發出強烈的信號：我是豐盛的，我是有餘的。當你不再被財物捆綁，財物才會真正開始為你服務。請記住這4個詞：連搖帶按，上尖下流。這描述的是一種滿意的狀態，是天父渴望給我們的力量。但這個分量的前提是，你必須先做一個給人的人。很多人的職業瓶頸，本質上也是被那種緊縮感鎖死了。因為害怕變動，所以不敢提創意，不敢換賽道，甚至不敢拒絕無理的消耗。耶穌在約翰福音中說：“我來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”請注意，主給我們的不是剛好夠用的生命，而是更豐盛的生命。你的職業只是你支取豐盛的一個管道，而不是豐盛的源頭。真正的源頭是你內裡的生命和才幹。一個擁有豐盛感的人，在事業上是極其有魅力的，因為他不怕失去，所以他敢於誠實；因為他不焦慮，所以他能保持專注。當你不再為了生存而戰，而是為了生命的綻放去工作時，你會發現你的效率和創造力會呈幾何倍數增長。這種從容反而會讓你成為那個最稀缺、最貴重的人才。財富只是你活出豐盛生命後的自然副產品。從今天起，練習每天記錄3件讓你感到豐盛的小事，可能是一頓美味的晚餐，可能是朋友的一個暖心電話，或者是路邊一朵綻放的花。我們要訓練自己的心思，去發現那些已經存在的擁有。耶穌曾提醒我們：你們中間誰能因憂慮使自己的身量多加1肘？既然憂慮無濟於事，我們為何不將目光轉向那測不透的豐富呢？同時，嘗試在每一次使用財物的時候，心裡默念一句：我的源頭是豐盛的，這些會以更好的方式流通回來。去練習這種闊綽的心境，你會發現，當你內裡變得輕盈、篤定時，你處理財物的能力會變得越來越精準。你不再亂花錢去填補內心的空虛，而是能理智地投資於真正能讓生命增值的地方。匱乏感往往是一種視線的錯覺，而豐盛才是生命的真相。當你學會了連接，學會了流通，你就是一個精神上的億萬富翁。如果你正處於財務的考量或職業的徘徊中，請反覆聆聽這一集，讓這些帶有生命大能的話語刷洗掉你內心的緊縮感。我們要活得體面，活得從容，活出那種誰也奪不去的篤定的自由。願我們都能活得從容、清醒、堅定，不被考核推着向前，也不被擔憂困在原地，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裡，越來越真實地經歷那份豐盛、自由與平安。